魏无羡始终清醒地知道，这不是属于自己的世界，他不过是个突然造访的过客。蓝忘机牵住了魏无羡的手，十指紧扣，没有多言，但他都懂。蓝湛，在这个世界，和我有关系的，只有你了呀。魏无羡晃悠着两人紧握的手。果然，深沉这两个字就不可能在魏无羡身上停留太久，只要蓝忘机在他身边，他就忍不住不去撩他逗他，去变招法的将爱意宣之于口。足矣。蓝忘机回以温柔一笑，配合着魏无羡幼稚的晃悠悠，这一态若是被蓝启仁看到，不知要吐几口血才能缓过来。两人毫无心理负担地忽略了跟他们来自一处的三个小朋友。魏无羡目送着那顶八抬大轿从自己眼前经过，远去，发自内心的笑了。只愿师姐此后人生多喜乐，常安宁。突然，他收敛笑意，严肃开口：“蓝湛。”一把拉住蓝忘机的胳膊。蓝忘机有些疑惑地看向他：“我刚想到一件十分紧要的大事。”“何事？”蓝忘机却习惯了一般，没有半点急切，抬手揉了揉魏无羡紧皱的眉间。“我忘了刚才在街东投订的加麻加辣的肉饼，该是早就出锅了，去晚了凉了就不好吃了。”说罢，同蓝忘机一起飞下房檐，拉着他的手跑了起来。蓝忘机心想，果然如此，任由他拽着跑，看着那人随风扬起的红发带，微微上扬了嘴角。他们飞身下来，正听见那边魏婴拉着蓝湛的胳膊嚷嚷着便宜那个金孔雀了。“我跟你说，蓝湛，我师姐配得上这世界上最好的人。魏无羡，你总算说了句人话，但是姐姐她开心幸福就好。”江澄道，一扭头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“魏无羡，凑这么近，你干脆挂在蓝忘机身上得了，像什么样子？要你管。”魏婴轻哼一声，肆无忌惮挽着蓝湛的胳膊去找他家大阿院去了。这边魏无羡欢欢喜喜地三步一蹦两步一跳，兴致来了还要面对着蓝忘机倒着跑几步，反正有蓝忘机拉着，他又不会摔倒。你说家规有言不可及行。蓝忘机虽对自己要求甚高，但从未以家规约束过魏无羡，无外乎是自己替他抄家规，更何况这里不是云深不知处，面对魏婴，他也不是那个铁面无私的韩光君罢了。魏婴喜欢他陪着他一起跑，便再纵着他一次吧。家规，这次他加上自己的，抄双份便是。铺满喜庆红色的街上，两个白色身影渐渐远离那锣鼓喧天的热闹，与那新嫁娘的花轿，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行着。一切尘埃落定，只有云深不知处再没了往日的清静。魏婴和魏无羡要是在研究时空阵法时倒还好，他俩要是闲着，两个魏婴的威力不容小觑。不是领着众弟子胡闹，就是领着众弟子看他们同韩光君胡闹。这话可不是危言耸听，这都是蓝启仁老先生的肺腑之言。据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蓝氏弟子所言，先生近日嗓门日渐高昂，对着魏公子喊上一句胡闹，已成家常便饭。蓝启仁本来对魏无羡印象颇好，是个克己守礼知分寸的孩子，后来又因为魏无羡一行去了清河，又转到兰陵，就这样，这但凡换个人都会觉得匪夷所思的印象便一直保持在蓝启仁心里。然而魏无羡从兰陵回了姑苏，不到一天，便被他撞见了与蓝忘机打情骂俏。那日他闲来无事，本欲在云深不知处巡查一番，谁成想走到后山便看到正在倒立修炼的忘机，身躯端直，清风吹过，白山微动，而人纹丝不动，看样子已进入冥想状态了。蓝启仁抚了抚胡须，满意的点点头。本不打算打扰，转身离开的蓝启仁听到动静回头，原来是魏无羡抱了只兔子来，白兔子不知钻到了哪里，蹭得满身灰。这魏无羡亦是如此，脸上脏兮兮的，白衫更是松松垮垮，沾上了灰尘，墨额更是胡乱系在手腕上，全身上下没有一丝仪态可言。蓝启仁皱眉，如此衣着，成何体统？正要上前说教一番，只见那魏无羡盘腿坐在蓝忘机跟前，就这么看着也无甚动作，蓝启仁也便好奇地顿住了脚步。谁成想，魏无羡看着看着就突然趴在地上亲了蓝忘机一下，声音之响，羞得蓝启仁要不是顾及这仪态，恨不得抬起双手捂住耳朵。没办法，就算上了年纪，越是修炼就越是耳聪目明。蓝二哥哥，你学坏了，
听到我回来了，还装得这么一本正经，我敢打包票，我不在这段时间，你这心一直没静下来，对不对？还不睁眼？魏无羡支撑着上半身趴在倒立的蓝忘机跟前絮絮叨叨，见这人红着耳朵就不睁眼。蓝湛，这是你自找的呀？密密麻麻的吻落在了蓝忘机脸上。魏无羡正要来一个鲤鱼打挺，撩完就跑，还是被蓝忘机一伸手拽了回去。蓝启仁在那两个人再次亲上之前，可算是反应过来，离开的步伐略显凌乱。路上正好碰到了刚从藏书阁出来的蓝湛和魏婴，气不打一处来，训斥道：“胡闹，简直胡闹！”两个人就这样平白无故被教训了一句，看着蓝启仁气愤离去的背影，一头雾水。